凌晨6时，山海关正面必须打响。谁推我杀谁！孬种，回去！我国毛城在此督战，你处师勋退，我就杀你！兄弟们，都他妈给我站起来！站起来！看看你们，哪能有点3八女精神？随我冲上去，好汉死在阵头上！ 杀！杀！快杀！迫击炮！发！弟兄们，冲啊！ 太惨了！哎呀，别看了，别看了！兵败如山倒啊！12个师教我们围住了，6万多人投降，焉能不惨？哎，吴子仪这回是真完了。冯玉祥北京政变，曹锟被囚，20万大军全部崩溃。所以呀，人不能得意忘形啊！我听被俘的直军将领说，直奉都开火几天了，吴佩孚才中南海点兵。 60名将领等他半个小时，他才出场，穿的是紫绸夹袄，一身白裤，叼了一支卷烟，斜身躺太师椅上。你看看，这德行哪能胜嘛？胜了才怪呢！都给我趴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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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张作相的参谋长，现在的情况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如果我不在山海关堵住直军的7万人，整个东三省就保不住了。我非常清楚，汉卿。好，2团楚世新已经受伤了。 你敢不敢接他的团长？你要敢接，我就请你王新文去2团做团长。没有敢不敢，汉卿你信得过，我这就去拼命去。好，那你现在就是2团团长，你马上去阵地接任，一定要堵住直军。祝你成功。成功虽无把握，成人确有决心。 吃了吗？
向，是我团长的位置。这边旗在，团长就在，无进无退，冲锋不止。我们排练营长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是本单位的排头兵。都在吗？在。保持冲锋队形，直到最后一个人倒下为止。团长亲力阵头，我退，你们杀我；你们退，我就杀你们。守住山海关，就是守住我们东北的希望。全体倒营，杀子刀！我的天哪！往前面倒的，这本是冲锋。管他什么事呢，只要是我张学良用的，就是我张学良使。共产党们，你们怎么这么想死啊？让开！让开！你们窝囊！这说什么呢？没我的命令，没目标，你打什么打？知道了。妈的，想死啊！给我窝囊！别跑！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吗？没看见你打个屁呀！这要是今日直接你上一顶，这就往上窜。没有我的命令，机场不能暴露位置，听见没有？听见吗？是。手榴弹，准备！蹲着，准备！快，到位！右边，快打！跟他们联系上没有？团长，线路断了！妈的，线路断了！你他妈派传令兵啊！用跑，一定要和北部联系上。走，是。给我使劲扔！就这么打！来，长官，弄不平，拉我一脚吧，长官。开什么玩笑？我知道，你怎么知道？全军的军长就属咱们的最年轻，20岁，20岁我还在家掰苞米呢。我知道你们是去年的兵，吉林9台的，对吧？你怎么知道啊？那批兵是我招的，我就需要你们这种淳朴正。几个兵！9台的兵，9台的兵，你给我挺住了啊！挺住了！兄弟，挺住啊！给我松下去！挺住啊！哎，走！挺住啊，兄弟！
枪给我！凭什么给你？就凭这个！别开枪！都把枪放下！少帅，回去吧，这儿不安全。还有活着的没有？等一下，少帅，他没救了。还有什么要跟家里交代的吗？少帅，帅府那边怎么说？说有伤的治伤，该埋的就地安葬。就这么简单？我他妈算看明白了，钱在赌桌上不叫钱，命在战场上他妈不叫命。对了，军法处已经抄了木春师长的家，还有王文清的家。王文清家抽出不少私财，肯定得毙了他了。木春家没抄出什么玩意儿。老栓说木春是和尚骑善马，有屌无蛋。这两个人也算是抓郭松龄的功臣，报应吧，现世报。还真是。不能在这儿待了，我们去天津，收拾收拾，咱马上走。是。回来。这个是景威廉、张书海的钱，去洗洗干净，凑个整儿，给他家里寄回去。是。1926年5月到8月，在北京西北郊南口镇发生了中国内战重大军事战役。该战役在北京附近长时间吸引直奉两系主力，致使南方空虚，有力地支持了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挺进。
骑兵到，军旗打起来，到位置上去。是。兄弟们，军团长，让我们延续老3班旅传统，人令出必行，各营团长到位置上去。炮火一停，所有人跟着旗帜往上冲，旗帜就是我们的最高命令，旗帜到哪儿，我们就杀到哪儿。听见了吗？听见了吗？听见了。过来，到！快！楚师长，不能再往前走了。什么？徐正业，到。这外头枪炮怎么都停了？萧帅，楚师新师已拿下了南口主阵地，延庆也拿下了。我睡了多久了？你都睡了1整天了。你那个玩意儿是真不错。哎呀呀！怎么了？都有事儿啊？怎么还在这儿啊？其实那阵地已经拿下了，可他非要在一个地雷上。你说的谁？谁呀？是老楚，楚师长。175班的楚世新，楚班长。怎么办？我让你们不打！韩青，冷静点，冷静点。让你们不打！冷静点。你们为什么不打？为什么不打？韩青，为什么不打？为什么不打？
咱们175班是人人身怀绝技，各有所长。记住了，别趾高气昂，别不知道天高地厚就行了。老主啊，仗都打完了，你说你瞎转什么呀？你是转山转水还是转风景啊？你说你来干什么？有我处事心在，你还不放心？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不行，绝对不行！你是我的班长啊！从讲武堂开始，我到哪儿你到哪儿。你说你怎么就能忍心离开我？韩青，要我说，郭教官这一回还是帮了你的。包晨走了，你也走了，咱这3、4军团该怎么办呢？我又得提醒你，立了威是好事，人人都往你的旗下来，那奉军新派力量全来了，就会有人看你不顺眼。你与人家水火不容。不干了！你们都他妈不干了，我还干个屁！老子当初他妈为什么要当兵？我当初买张船票走了不就完了吗？朱世贤，你个王八蛋！少帅，少帅，你是离去！滚！滚！不干了！我他妈不干了！你干，韩立春，这个军团长你来干！我他妈早就说过我不干了。我跟郭松龄谈判的时候，我连船票都买好了。汉卿，不干了，不干了。如果说这仗当初要是败了，你跑了，我老韩只能接着。可现在这仗是打胜了，你要跑，你这是为什么呀？就剩了那么几个王八蛋，剩了他们，我死了多少人？我不干了。你走，你能够把你的军队，把你当儿子的事全都一扔走吗？你走到哪儿也是你老子的儿子。我们这些人谁走都无所谓，而唯独你不能走。我是韩令春，大帅。啊，对，对，他在这儿。啊，没有的事儿。他真没发脾气，没耍疯。对，他正领着我们开会呢。啊，要不我让他跟您说2句。也不知道他们哪个混蛋给搞中了。韩青，爸。哎，六子，楚世新的事儿我听讲了，是太可惜了。我知道你们感情很好，不好我也不会让他做师长。六子，你听爸一句，好汉死在阵头上。他小子有种，是条汉子。你能交上这么一个朋友，是你的福。我已下令拨款10万元抚恤，并安顿他的家眷，告慰他的英灵。两位确认一下。
大半瓶都喝下去了，一点反应也没有。这算什么东西啊？哎，能找着这个吗？你什么时候开始收这东西了？冯庸跟我讲，他要把他爸那些不义之财用到有益之处，我呢，非要把那些不义之财用在不义之处。那你也不能这么糟践自己。那我糟践谁去？真正疼你的、跟你好的，全走了，就剩下我自个儿了。我不糟蹋我自己，我糟蹋谁去？安晴，你把我调你们3、4军团去。到3、4军团我陪你，该有人管管你了。你爸在内阁当着陆军总长，你不陪他，你陪我，你还管我？我那3、4军团呢，已经不是从前的3、4军团了。你来干什么呀？少喝点。去准备专列，带上卫队，明天早上咱们去张家口。是。什么事儿？我爹啊，给我的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什么任务？抓郭松龄的那个穆春，还有王文清、天下好都知道吧？知道。南口战役，穆春的第1师在库伦仗打得不错，但是军纪太差，不仅抢了老百姓，连喇嘛庙里的金菩萨都给端了，洗劫一空。绿林出身，他习惯了。关键是我爸刚当上安国军总司令，这不是给他难看吗？老爷子刚刚给我下令，让我把整个师都给毙了，这我能完成吗？你查呀，谁干的枪毙谁啊！一个师5、6千人都毙了，那还了得呀！我是这么打算的啊，去了之后，先把整个师的士兵给遣散了，所有营以上的军官，我挨个问，你们得给我举出3、5个当事人来吧。然后我再替他们向我爹去求情，谁惹的事儿我毙谁，没关系的我毙人家干嘛呀？说的是，也够难为你的。咱走吧。这就叫杀人、立威、立命。哪来这么多钱？快点，要不就晚了。站住！把枪给我！凭什么给你？就凭这个！
见了没有？等一下，少帅，他没救了。还有什么要跟家里交代的吗？少帅，帅府那边怎么说？说有伤的治伤，该埋的就地安葬。就这么简单？我他妈算看明白了，钱在赌桌上不叫钱，命在战场上他妈不叫命。对了，军法处已经抄了木春师长的家，还有王文清的家。王文清家抄出不少私财，肯定得毙了他了。木春家没抄出什么玩意儿。老栓说木春是和尚骑善马，有点无担。这两个人也算是抓郭松龄的功臣，报应吧，现世报。还真是。不能在这儿待了，我们去天津，收拾收拾，咱马上走。是。回来。这个是景威廉、张书海的钱，去洗洗干净，凑个整儿，给他家里寄回去。是。就找个地方快点。少帅，这天津它不比别处，路边的烟馆你敢进吗？那还了得！明天报纸就上头条了。停车，我忍不住了。少帅，看看报纸，看看报纸，坚持15分钟。这女的谁呀？有点意思。少帅，这个，如果你能捧着她坚持到明儿早上，我徐成业保证为长官找到这位女孩。你说的？我说的。赌一把。赌一把。
哥陪你跳会儿。那有什么意思？呀，那你看看，这场子里边谁有意思，哥替你给找来。没谁有意思。这么大个场子，中国的、外国的，一个有意思的都没有。你怎么那么难伺候呢？从小到大，姐妹里边属你最难伺候。你真不跳啊？漂亮的姑娘是哪家的呀？我爸妈家的。我没有别的意思，那个梁部长让我问你，能否陪他跳下一曲？那老先生是部长？没错。麻烦你转告部长，我从不和陌生人跳舞。这人够多的呀！舞会开始多会儿了？好一会儿了。姑娘在这有熟人吗？多大了？我多大？非常有可能。你不相信？我相信。那你干嘛那么笑？我笑了吗？天哪！你在发抖。你的手为什么这么凉？我也在发抖。我从不和陌生人跳舞。我相信。那我为什么要答应你？我不是陌生人。你不是？你不是说我们见过吗？在哪儿见过？我认为我们见过。那是在哪儿见过？500年前。那我就放心了，好歹算是熟人。你父亲怎么样？我父亲？你不是赵翠山的千金吗？你怎么知道？交通部次长，我能不知道？你到底是谁？我是谁不重要，你是谁对我很重要。我打听了很久才知道你叫赵一迪，在天津教会学校读书，芳龄15。其实我和你哥哥赵道松是老朋友了。偶然的今天，务必请你来，让我一睹芳容。少帅，少帅。
谢谢你，赵一迪。4小姐。Music！ 你们家专车怎么没来？车我爸用着呢，他在替少帅筹集发往河南前线的军列。好啊！那你后来又再见过少帅吗？没见过啊。哦，你若再见到少帅的话，请务必转达我们全校女同学对他的问候。怎么可能？他巴不得少帅只认识他一个人。我要是这样的话，你们俩得气死了吧？是啊，不过你对自己要有信心，毕竟我们的封面女郎还是很有魅力的。行，那我们先走了啊，明天见，注意安全。再见。哟，干嘛去，妹子？前面可够黑的啊！我陪你溜达溜达。流氓！流氓？怎么说话那么难听？你说谁流氓？哼！哎，别演了！你真当我没看过美国电影啊？那姐都看出来了，好家伙，你这下手也太重了。许成业，快点，快上车！快上车！你就不想解释解释？解释什么？不就为了逗你一乐吗？你怎么知道我们学校在那儿啊？有我张学良想知道而不知道的事儿吗？你出现前的那分钟，我还在想。想什么呀？想我呀？切！是在想我吗？咱们俩分开有3个月了吧？可是我有2个月的时间都在作战。河南前线吗？你怎么知道？有我赵一迪想知道而不知道的事吗？嘿。后来我又去北戴河休息了几天。你是专门来找我，专门演这出戏的吗？你觉得呢？我觉得倒像是真的。
命定的，我们在那场舞会上认识，命定的。你既不在河南，也不在北戴河，而是在天津，这也是命定的。那还有什么是命定的？我要定你送我回家，你就得送我回家。好啊，但是得先去一趟我那儿，因为我有一份重要的电报要签署，签完了我送你回家。这客厅怎么这么小？小吗？比我家小多了。客厅虽小，但五脏俱全。这是你家啊？对啊。你家居然离我家这么近。所以，这算不算是命定的？你撒香水了？不行吗？男人为什么要用香水呢？因为我是军人，身上血腥气太重，怕吓着你。但你眼里没有血丝啊。只是今天没有。你要签署的电报呢？电报？啊，他们一会儿会送来。他们是谁啊？当然是我的部下了。我找徐副官。玩着呢吧？好，好好玩啊！一定要尽兴。输不怕，尽兴最重要。这不有我替你们打底呢吗？好好玩啊，玩痛快，尽兴最重要。我在你心里有那么重要吗？你不是说有重要的电报要签吗？有什么比你还重要？我要回家了。嘿，你对我真的很重要。告诉我，我以后叫你赵一迪，还是赵四，或者是……不管你叫我什么，反正我叫你韩青。走了。是。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妈，说好了让老哥们一块走，你自己的先溜号了你。哎呀，哎呀，妈了个妈的！你爹的事儿料理了？料理完了。你爹走我前头喽，还有孙烈臣，老哥们儿，走一个少一个了。所以说呀，都有这一天呀。你们这些做儿子的呀，什么时候等我们都不在了，你们才能知道啊，这个做老子的心有多苦啊！他妈的，你爹弄这么大一个家产，有啥用？一个子儿也带不走。这个小六子还不明白啊！我把他放在那个位置上，为了我自己啊！哎，整天给我甩脸子、撂把子，说不干就不干。哎，我说话他不听，你说他能听吗？韩强比我有出息。狗屁出息！你小五子要认真干，比他行。哎，你找他唠了，7十多年。这是我起草的离婚协议，江氏已经签字，对财产分配也无异议。您看，再见。风，你和你前妻的婚姻几年前就是名存实亡，你为什么一定等到现在才离婚？为了我父亲。
他老人家生前很疼爱我的前妻。那你理解。你和汉卿一样，你们都是为了父亲在维持与妻子的关系。他跟我不一样，他父亲还活着，并且就将黄袍加身，95之尊。我没听懂，你说95之尊？吃点儿。不，你吃吧，谢谢。你有读过《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鲍威尔对张作霖的访谈吗？我看了，给我印象最深的只有一处地方。说说看。鲍威尔问元帅：“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然后张作霖回答：“绿林大学。”他本来可以说的更直接一些的，土匪大学毕业。用英文一词一样。亚哥，古今往来，中国的土匪大学造就了很多的优秀学员，都是以百姓的鲜血和尸骨来垫脚，帮助他们登临权力的顶峰。而我冯庸，从内心就很鄙夷这一切。取消土匪大学最好的方法就是创办真正的高等教育，帮助草民掌握民主和科学。你是要帮中国的剑桥和哈佛用你爸留下的钱吗？没错，老爷子的那些不义之财得用到有益的地方去。明日我就去北平，有人替我联系了守堂教授，我想向他讨教。李大钊？没错，就是他。北京大学是如何教育学生的，他应该有一些不错的经验。怎么样，新机型还行吧？不错，机好，价格也好。亚哥，你中间没加价吧？少帅，我是一个诚实的商人。做军团长的滋味，真不如刚刚在天上那时候的感觉好。我刚转到南口去了，就是我们打仗那地儿。从上往下看，丁大点的山头，也就是一泡屎。老没见了，你也变得虚无了。我爸真的让你来做我的说客？当爹的还不都一样？那你爹怎么不让我做你的说客？那能比吗？你爹什么运气？那你打算怎么劝我呀？老一辈能怎么劝？无非是想让你再照着你爹的路子再走一遍。照他的路啊？我爹的路子就是夺取最高权力，人挡杀人，佛挡杀佛，让我走他的路，做小张作霖。反正话我是带到了，听不听就是你的事儿了。你爹要是问起，你就说我劝过了。好。哎，那你接下来什么打算？你是咱哥几个里头最有钱的了，你爹留给你那些不义之财，你打算怎么还？来了，准备转走了。怎么回事？张作霖昨日突袭搜查了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怎么会有这种事儿？现在各方都在试图营救，你看能否通过张学良帮点忙？行。你这大晚上的着急忙慌跑我这儿来干嘛？你不是办学校的吗？冯庸兄现如今那可是附庸风雅呀。那是，咱邱宝墩也该出个金凤凰了吧？我能和你单独谈一件事吗？真有事儿？不是真有事，我能搭军车连夜跑你这儿来。说吧，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你知道吗？名字熟，我想想啊。你父亲要杀他，杀一个大学教授，一个不同政见的著名学者，这算是怎么回事啊？茶壶。少帅，老帅昨天发来的询电呢？是征询对苏国间谍李大钊。快给我找出来。已经处理完了，军团长。什么意思？
您不是说一切与军事无关的电文由我代为处理吗？你怎么处理的？老帅询问是否就地正法苏俄间谍，我依照惯例回复张军团长没有异议。冯庸，你来晚了。可是我很纳闷儿，你冯庸为什么要救那个苏俄间谍？我就问你一个问题：郭松龄他是苏俄间谍吗？韩书秀他是吗？他们不都是顶上了这样的红帽子，被你父亲杀了吗？退一万步讲，就算他们怀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理念信仰，你一个当政者，可以不经过任何的法律程序就任意杀戮，那你这政权还有一点合法性吗？这完全是恶政。接老帅。马上！喂，我是汉卿，我爹呢？哟，六子，单爷去总理衙门谈事儿去了。总理衙门说他已经离开了。那他一定是在车上。哎，那他一会儿回来，我让他给你回个电话。对了，忘了告诉你了，凤至下个月要来北京了。接杨参谋长。杨参谋长，你好，我是汉卿，我现在联系不上老帅，我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忙。前几天老帅来电询问如何处置李大钊，我的意思是，停止任意的杀戮，一切走法律程序，请你。教授啊，您多担待点儿，这玩意儿是外国进口的新玩意儿，咱不收。拿开！我不需要它。中。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在北京逮捕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及其80余人。在狱中，李大钊备受酷刑，但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月28日，张作霖的北洋军阀政府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此暴行不仅进一步暴露了张作霖反动军阀的真实面目，而且将他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杨玉婷，你太能干了！抱歉啊，冯勇。汉卿啊，你不用道歉。就这一件事儿，我看你父亲他就……后面的戏怎么唱？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会塌的，我们等着吧，汉卿。
后来，少帅才知道，被自己的父亲绞杀了的这位李大钊是个什么样的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应该是那个年代所有热血青年的信仰。难说沉沦在旧家庭和旧世界里的他没有过这样的理想，但这对他来说又是多么的陌生，陌生的近乎于无知，无知到忽略了一个伟人的生死。那么，又怎么好意思说自己见惯了生死？汉卿去北戴河了。哦，河南的战事惨烈，死人死狠了，就去2天，这边还有大事儿，就回来了。这儿就是顺承君王乐克德浑的府邸。大少奶奶，这喜事可就弄不清楚了。北京人都这么叫顺承王府，咱也不知道顺承王是谁呀。起先是叫咱们住中南海的，大帅嫌太扎眼，就自家花钱买下了这儿。这个顺承王乐克德浑啊，是李亲王代善的孙子，继承了清王朝开国8大铁帽子王之一。瞧瞧，还得是大少奶奶学问大。哎，喜顺儿，这哪来这么些字画啊？汉卿的房间吧，清汤寡水的不好啊。我又从库房里边随便拿来几件，大少奶奶看看还行吧？不是还行，是太奢侈了。这样的名家大作怎么能随意摆放？这可喜顺不懂了就。依喜顺看这画平常啊，不就是一嘟噜一嘟噜葡萄吗？这能有啥学问？这是明代画家徐渭的《墨葡萄图》，风格舒放，不乏于形似，完全大写意。感情是金葡萄。这样的珍品，比金子贵多了。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笑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多好的题跋呀！啥意思啊？旧文人的怀才不遇，才华横溢，却备受冷落，无人问津，只能作此话感叹。备受冷落，怀才不遇，这就是嫌咱不识货呗。对，不识货，所以才被人丢在阴暗潮湿处。我去叫汉卿，怎么这么磨叽？说好的，听见没有？汉卿都叫上了。这几天魂儿都没了，你说少帅不会是逢场作戏吧？那四妹就惨了。
这北京这东西啊，好是好，就是个贵。哎，汉卿应该回来了，车子在吗？昨儿不是还在北戴河吗？汉卿，你啥时候抽上这个了？好东西，老头子的东西就是纯，外面找不到。你不是新青年吗？我想信，可信不起来了。他蒋介石的北伐军说我们是旧军阀，一切都离经叛道，所有人都标新立异自诩。既然他们想做新的，那我张学良就回头做旧的。你还是对咱爹有怨气啊？我哪还有爹呀？我现在只有上司。他那红笔在图上一画，我就得领兵拼命。去，拿我的军装，我要去见我的上司。你能来北京，我很高兴。这东西一旦上了瘾了，我就谁也劝不了了，也就只能安慰你了。哎呀，想开点吧，这俩男人在外头压力都大，可不就是抱着烟管子出气吗？等过了这阵子吧，这阵子烦心的事实在是太多。我也在劝你爸，你说这好好的奉天，待着多舒坦呢，非跑到北京来占场子。那北京场子多大呀，阴沟里的无齿浪。你不知道，你爸最近呢也是不可开交的。这文上头多少文案，多少麻烦呢？这武上头就更不得了了，从北到南，哪儿不在打仗啊？所以啊，凤至，男人的事儿，咱还真就管不了了。随他们去吧，让他们把这一辈子的本钱都消停完了，咱接着就是了。多少人在鼓捣他那顶梢上的红顶子，我就对你爸说，咱别图那个，
咱前头多少皇上，多少大总统啊，那不都是过眼云烟吗？你想踮起脚尖去够那东西，找死啊！有这事儿？所以啊，凤芝，算个什么事儿啊？不算个事儿。你比如那个张景惠，啊，他家人啊，有一个能兼10来个差的。张景惠是什么呀？他好歹也是吃惯饭的呀，这明着暗着露钱，多多少少得有个够吧。哎，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就是这个意思吧。你们这些大秀才，给我摆扯摆扯，对民众说说清楚。我说张作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东三省谁都知道啊，怎么到了这京城，就这么摆扯不过来？是。好，去吧，凭你们妙笔生花嘞！一定。您老人家这是要立传呢，还是要立言呢？这是张玉婷的主意。哎呀，近来京师舆情对我老张不利，说几句漂亮话，改善形象。哼，这次入京太血腥了，张宗昌替你杀了2名记者，还抄了人苏俄使馆，就连李大钊这样有名望的国家栋梁，您都敢下手，不血腥吗？本来应该很冷静处理的问题，为什么要闹成这样？儿子，人家是搞革命，要把苏俄那一套拿到中国来，与你共产共妻，你小六子的老婆也能和人家共？爸，共产主义是一种思想，一种哲学，我在哈尔滨剿匪的时候就读过。扯，管他什么哲学！我抄了他苏俄大使馆，这北京西洋那些个外交使团，他在认我老张。儿啊，你得不到英国、美国那些外交使团的承认，你还想成立军政府，还想号令天下？该血腥就得血腥一点儿，懂不？行。您血腥您的我不管，但是我要跟您讲的是，这仗我不打了，河南的仗我打不了，不是你儿子打不过他张发奎，是这仗打下去没意义。您是没看见，河南的老百姓到底有多惨，他们吃不上饭，天天在铁道边乞讨，为什么？全是你们打那仗打的。不说了，是战是和，你我说了也不算。把你叫过来，就是让你参加明天一个最高军事会议，会议上再定。我能请假吗？决定战和，决定成立军政府，决定谁来担当这个中华民国的陆海军大元帅，你作为儿子也要对这个会议请假。哎呀，诸位都是从战场上下来，这个前面的情况你们比我清楚啊。这4月以来啊，老蒋重开北伐战火，华北诸兄啊，都不可开交了啊，都左啄右支啊，水深火热了啊！朱军团长，在。小六子给我讲啊，在前线看到了你，
是全身披挂，步枪挂了一支，盒子枪挂了一支，还有子弹袋啥的哈，总共有60-70斤吧，差不许多。哎呀，你何必把自己累成这样嘛？老哥，您不知道，遇紧急情况还得自己亲自动手。一个军团长，我让你敞开了拿武器，你能拿几件儿？啊？哎呀，都说人家老蒋的党军厉害，依我看，不是人家党军厉害，是我们不厉害。一个军团长，你那3件武器就能把人家打趴下了。要用指挥，要用谋略。华北主公要以谋略对付他老蒋的党军。头一件事情，依我看呀，那就得号令一统。人家党军有3民主义，你有啥主义啊？依我看啊，我们有吃饭主义吧。好啊，说2句。老蒋给出妥协条件了，换青天白日旗，信奉3民主义。改咱们的安国军为国民革命军，他是要一统在座的各位。杨雨婷，他姓蒋的话，你也能信？二叔，该看看书、读读报了。我看阎锡山就挺好，看书读报，换了青天白日旗，改了国民革命军。哎，六子，他严百川是什么东西？辛亥的时候，他可是革命党。我们跟你爹是专打革命党的，咱们跟他从根本上就不是一路人。你就不汉卿，听长辈的，听长辈的。俺理解老帅刚才的话，人家党军能一统，咱也得一统，咱也得搞最高执政，团结一致了，才能与党军做殊死一拼。啥叫一统啊？华北主等要切切实实的能决断，归于一帅，那就一统了。决断于谁啊？自然是于帅嘛。都别起来，我敬大家。哟，来吃上了啊！来，您这边啊，好。先生，喝呀！汉卿啊，这可不是最后的晚餐了。不会吧？这怎么还不得再吵个2天？屁！桌上那些吵全是假的。开这个会其实就一个目的。啥目的啊？这3天下来，你看那杨雨婷开口说话了吗？还真是哎，这不像他。人家是幕后操盘手，得等一切都搞定了，人家才张嘴呢。接着说。那他打算什么时候张嘴啊？已经都搞定了，一会儿他就张嘴了。拥戴你爹当大元帅，成立安国军政府。汉卿啊，明早一觉醒来，你小子就是皇太子了。张作霖的政治是只讲利害，不讲主义，一伙强人在胡闹，拿着国旗做出推牌就好，只管自己捞利益，没有是非，没有苍生，有谁在关注国家民族的走向？没有人关心。大帅到！啊！大帅，吃上了啊！走。
没到齐啊！啊，还差几个？大帅啊，好，这个，都在9宫了。我敬大家一杯，哎，汉卿，大帅吃的。你张汉卿必须尽快成熟起来，不只是作为军事首领，而是作为整个东北的政治领导者，你都必须尽快成熟起来，停止内战、强兵御武，真正肩负起振兴东北的重任。找着没啊？在哪儿啊？找不着。哎呀，这不在这呢吗？师傅，咱不着急啊，咱老帅这边人口多，男女老幼加一块儿几十口子呢。多，不算多。你们家老帅几房啊？6房啊，但是现在就4房。老六啊，这个袁世凯，1妻9妾，17个儿子，15个女儿，儿孙总共啊80。那多了。您都拍过照？这个老袁头张标准照是我照的。你给我找那条大珍珠的。真的？骗你干嘛呀？真了不起！找什么呀？历届历任的大总统执政涉刑的标准照、家庭照都是我拍的。到现在多少位？不是，是多少任？多少任啊？大概算一下啊，这个从老袁开始，大总统代任大总统，总共14位，最长的4年，最短的22天。你们家老帅排第15。拿过来了吗？您这就是活档案。老六，老六啊，这个怎么说呢？照相机，你看啊，照相机的镜头，哎，这个照相机的镜头啊，它就是历史的眼珠子。这个再戴高点，看着点儿。咱家爷呀，要做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了。实际上，这是国家的首脑。我有一个提议，不知道姐妹们是否同意？啥提议？说吧，老五，说出来让我们也听听瞧。就是外头人对咱的称呼，现在叫啥的都有，有按顺序叫姨太的，有叫奶奶的，有叫如夫人的，都不妥当。那你说，怎么个叫法妥当？你想啊，咱爷爷都做国家的元首了。今后得多少外交场合？北京各国的使节都得打交道，咱也得时不时的出场合。是啊，外国人一夫一妻，人家一听你都这6姨太了，不舒服。那要是叫如夫人，又分不出个个来。对啊，是有点那个。那可不，到时候报纸是要出名单的，必须得庄重一点，代表国家了吧？这是。老五，那你说怎么个叫法好？我看就叫夫人，也别如了。别如了。前面这个前缀就是个人的姓氏，比如2姐卢夫人，4姐就是许夫人，我呢当然就是寿夫人，老6马夫人。哎呦，这个老五就是聪明啊！不，寿夫人就是聪明。我觉得这个称谓好，得体呀。各位奶奶，行了，就这么定了。各位奶奶都准备听到了吗？大元帅5分钟后就到，该出去排队。喜顺啊，以后别叫奶奶了，改叫夫人。从今儿起，府上上上下下都得改口。卢夫人、许夫人，我是寿夫人，这是马夫人，懂了吗？懂了，寿夫人。行了，各位夫人们。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不识大势，拒绝蒋介石的和谈条件，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并组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最后一届内阁，成为北洋军政权最后一个统治者。赶紧的，我现在已经不行了，快，柴火来了。刚才在典礼上就不行了，这整天办喜事，我刚才差点在
天台上就晕倒了。还有什么安排啊？这2天顺城王府那边催你过去一趟，所有人都拍照了，就差你的合影。不去了，没啥意思。少帅，不是我说你，长此以往，这也不是个事儿啊。啥叫事儿？啥都不叫事儿。本来是要决定是战是和的，结果现在弄了一个劝进拥戴、黄袍加身的闹剧，啥都不是事儿。想想吧，明天到哪儿能找点乐子？西山碧云寺旁边有个香山饭店，少帅不妨去那边待2天。那边有个高尔夫球场，打球，呼吸新鲜空气。少帅，还记得这个吗？这不是我的吗？前天从香山饭店那边送过来的，归还你。赵一迪，他在香山饭店。香山饭店是赵四小姐的父亲开的，她们呢姐妹几个呢，这2天正在那边避暑呢。长官，这个是谁的呀？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那怎么记啊？不知道的就按杂件按数量记。大少奶奶，这个得您来看一眼了，我就更不懂这个了。哟，这是陈洪寿的荷花鸳鸯图啊！陈洪寿是谁啊？这画哪儿来的？记不太清楚了，好像是冯玉祥底下一个军长送给帅爷的吧。这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明代精品，实属不易啊。又是故宫藏品，又是，应该是。那对了，那个皇宫里的宣统皇帝可不是他冯玉祥给撵出门的吗？感情还真是他老冯手底下的人给偷出来的。这些画呀，还有那些，都别这么摆着了，找个樟木箱子好好装起来。行。这鸳鸯跟真鸟贴上头似的，鸳鸯好啊，至生至死都相伴到老。这人呐，还真得跟这小鸟好好学学。你说什么？哎呦，我就是随便一说。汉卿去哪儿了？说是香山打球去了。打球去了，还是相人去了？大少奶奶，我只负责帅爷这头，大少爷那头啊，有徐成业徐秘书长在那管着呢。汉卿那人呢，还真怨不得下属，是他自己管不住自己。
这个找不着球啊，有2种可能性。这第一呢，就真丢了；这第二呢，就有可能是 hole in one。要不咱们看一看，万一呢？来。哎呀！哎呀！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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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骗谁？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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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骗我？哎呦呦呦呦呦呦！徐正业，到。那几个日本人是谁啊？不太清楚，不过那个个高点的其实是个女人，是前朝肃亲王的女儿，认了个日本养父叫川岛浪速，现在叫她川岛芳子。之前来过帅府，此人跟六夫人有些交往。女人啊，她看起来完全就是个男人嘛。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这人有点意思，既然跟六妈妈有点交情，见面还得尴尬。走吧。哎。凤芝没打听我吧？大少奶奶今儿一整天都在库房里整画。整画？汉卿啊，你媳妇的学问大了，谁知道那些陈毛救老鼠的那么稀罕吃老了银子？我看这一王府啊，还得你媳妇持家，别人谁有那能耐？徐秘书长，咱这做跟班的，可不能把主子往沟里带。前辈，我有那么大本事吗？这一老一小是平常人吗？就那毒针，一针下去，是头老牛也趴下了。可咱那小的，一天得10针。你说，你是让他在沟里头好呢，还是在坟里好？小学生将軍ですね。こちらへどうぞ。鎌本将官のお待ちです。どうぞ。乾杯。小学生将軍が到着です。ああ、そうか。分かった。ちょっと失礼します。向こうで張作霖の甥と約束がありますので。おい。ああ。小学生か。そう、やつです。やつはやめとけ。頭が悪い。私河本が気に入ったのもまさにその点です。おい、何言ってんだお前。川本。彼は何を考えてるんだ。あ？まさか超家族の土台を掘り起こすのか。小学生は甲斐性がない。曹操省のところで師団長という肩書きをつけ、大連に来ては人を騙し、飲んで食っては好き放題じゃ。自分はそうは思いません。どうであろうと、あの男も我らと同じ東京陸軍大学の卒業生であります。ああ、そうか。そういえば君は彼が入学試験を受けるときに試験官を担当したそうじゃないか。そうです。具体的に話せるか。はい。あの男が張作霖の甥いだということを知った上でこう問いました。あるところに敵が現れた。君ならどうすると。まあここで敵の数を聞くようであれば試験は終了ですが。引っ掛けか。敵を包囲し殲滅する。これが正しい回答です。
この問題の本質はあの男に進軍する気質があるかどうかを問うこと。奴は何と答えたのだ？あの男は中国語3文字でこう答えました。ゼロだこれは貴族の姿じゃ。大佐、どうしてここの女はよそより綺麗なんだ？そうか。綺麗すぎる。君たち長家の人々はみんな女好きなのか？男は女も愛せなくなったらそこでおしまいだ。それは張作霖が言ったのか？そう。どうやら君のおじさんには死の影が迫っているに違いない。だからそんな境地に至るんだ。日本はもともと張作霖の北京政権奪取を支持すれば奴は日本に屈すると思っていた。長年の懸案であったマンモ問題を全部解決しやった。その結果どうだ？どうやら奴は死にたがっているみたいだな。この正体は脅すためですか？君を脅かしている？閣僚じゃあるまいし、おじが死のうと生きのうとどうでもいい。けど閣僚は違う。長のじいさんが死ねば彼もおしまいだ。君は堅くなだな。北伐軍はすでにカナンを占領し、北に向け挺進中だ。あの兄さんの実力は本人も分かってるはずだから焦ってるんだ。我々日本がこの何年間も奴にどれだけ投資してきたか分かるか？その恩返しが何にもない。それはそっちの事情。僕には一銭も関係ないじゃないか。なんで僕に投資しないんだ？ちょうど金が入りようなんだ。タさん、僕に投資したらどうですか？あのクソガキ野郎が！返すなやつを！そのままにしてくれ！鎌田！鎌田！座れ！だから言ったではないか。長家の中で小学生は何の影響力もないと。どうしようもない。ならず者じゃ。これではっきりしたはずです。困窮した張作霖から日本の利益を得られるとした場合、今後も期待するべきではありません。一旦満州に引き状況を整える。そうした場合、帝国の満州における利益を奪い合う可能性がある。そうなれば我々も自らが上場した苦酒を飲まなければいけなくなる。田中手下敦促大元帅务必尽快解决满蒙悬案。那是一定。还请大元帅仔细阅读。光史先生，物有阴阳，事有缓急。做了大元帅，这平地生出来一大堆麻烦事，哪件不尽快呀？哪件不尽快，贼都上墙了，货都上访了。满蒙悬案10几年都悬了，还在乎这一时半会儿？请大元帅不要这样说话。在你这也许是件麻烦事，可是，在我们日本，却是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贵国内战战乱，已引燃至平津，进而会延伸至整个东北。
你放心，东北是我的家，我会比你们更上心。可是，整个日俄战争，我们日本花费了近20亿的战费，东北是我们的生命线。我听到了，我会让我的总参谋长与你联络。那谁啊？师爷，宋克。日本人也出来趁火打劫了，你听他口气没有？完全是在要挟我。老办法，托，先由地方和他们交涉，让奉天省长和他们的奉天宫使谈，给咱们争取个缓冲的余地。那就这么办。另有一件麻烦事，不知道大帅是否有所考虑？啥事儿？韩林春中风已经有些日子了，3、4军团一直是汉卿在独立支撑，这恐怕……是啊，我昨天还专门上了韩府，看了他，半睡不遂在床上，连句大元帅都叫不利索，净流哈喇子了。近30万正规军呢，统辖着3省24县3条铁路，几乎就左右了咱奉军的全局。哎，你那儿有什么合适人选没有？这个六子啊，他那儿缺一个帮手。大帅，您看我成吗？你？雨婷自从跟了大帅，一直在中枢行走，唯一缺憾的就是带兵履历，一直想试试身手。啊？雨婷毛遂自荐啊！不惜总参议身份，虚职军团长职务。我自认可以胜任。也对啊，你们两个呀，也该相互适应一下对方了，解一解心结吧。啊，大帅，我对汉卿从未有过心结。既然我能够胜任辅佐大帅，相信辅佐汉卿也没有问题。这六子军事上日臻成熟啊，未来东北行政你是烂熟于心。行哎，那就试试水。去3、4军团，太好了！玉婷，不是我说你啊，你早该抓一抓军队了。其实吧，我也不是太有所谓啊。如今这个局面呢，整个安国军政府连个螺丝帽都是我杨雨婷亲手拧上。大帅哪条军令政令不是出自我的手？我还要怎么样？未雨绸缪，现如今你雨婷风光倒是风光，可万一来个清君侧怎么办？还不得替人说过的。所以啊，爹有娘有，不如咱自个儿有。试试就试试，这试试又不花钱。哎，本川，你跟我一块儿去3、4军团吧。那边竟是你讲武堂的学生，你一起去也算多个帮手。你和汉卿关系咋样？说起来也算是师生呢。听说小张自郭松龄反奉之后，凡事都亲力亲为，重要的事儿绝不假他人之手。整个3、4军团全都是小张的老班底，韩林春那边和小张还算是默契，老韩人忠厚，一个人都没安插。
小家伙还挺多疑，也是被郭松龄的事儿伤得太深。啊，对了，你在郭的事上，可是和小张和他的那些下属们结了怨的。此去你可得亲手写了这个信件。部长，我可没心情陪太子读书。这么跟你说吧，咱们这个安国军政权啊，朝不保夕。现在谁提那些旧事儿，谁就他妈是个傻子。回头到了三军团啊，别摆教官的架，什么事儿听军团长安排。大町の中東路の2階の爆破について各国の反応はどうだ？大佐、これは探りのつもりですか？いかにも日本政府がいまだに政治手段でもって張作霖を抑えられないというなら、我々関東軍が身を投げ出すほかないだろう。奴を始末すれば全て解決だ。あなたは国際的影響力についてお考えになったことはありますか？なんだと貴様！天皇陛下の同意はありましたか？なぜ陛下に責任を忘れすやがる！この件は私河本が一切の責任を！では何も話す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な。なんだ貴様その態度は！大佐、ついでにお教えしますが、2度の爆破を各国はロシア白軍残党の仕業と疑っています。西側の新聞には一言たりとも我々日本人に対しての言及はありません。怎么换了副墨镜？我送你的那副呢？丢了。丢哪儿了？知道丢哪儿还叫丢啊？我送你的那副框是白金的，镜片是水晶石的，怎么说丢就丢？啊，对了，我今天晚上年夜饭会邀请在北京的几个处长一起吃，你去给我准备几份礼物。你不去你父亲那儿了？不去了。你们俩怎么了？没怎么。你就跟他说，我这边一堆下属，明天我再去给他拜年。不对啊，你俩肯定又闹别扭了。你跟我说说，要不然我心里没底。你可到他那儿一句不能提啊！他要安排杨雨婷到我这儿来做军团长，接替中风的韩林春。他还不如老韩厚道呢。是啊，四面楚歌之时，他来这么一个搅屎棍子，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今天这顿年夜饭，我就要跟几个关键的手下打个招呼，让他们有准备。这边，诸位这边请。桌子上呢，每人金币3枚，是军团长给大伙儿的压岁礼。哎呦，过了个肥，还有压岁钱，有钱呢啊！是啊。这个感情啊！谢军团长，谢主帅。
还望各位笑纳。吃好喝好了吧？好，吃好喝好。跟大家说件事儿，韩公的病呢，短期内难望痊愈，所以大帅府的意思是找人接替。刘明九处长，你觉得谁来接替合适啊？少帅，这主将更替，怎么能谋之于部署啊？黄衍生旅长，哎，你觉得谁来合适啊？少帅，非换不可吗？这韩公可是咱们东北军的名将啊，又与军团长共事多年，哎，就是念及前功，那韩公的军团长职位也应该予以保留啊。大帅府的意思呢？韩军团长的职务势在必换。王以哲旅长，你觉得谁合适啊？少帅，您这是在征求民意呀？算是吧。只是大帅府任用将领，尤其任用如此高级的将领，何时征求过民意呀？王以哲，你行，一语中的。杨雨婷要来，今天大帅府跟我通了气儿了，所以我想听听大家的意思。少帅，这杨督办可是老帅的总参谋长啊，你说他能分出身来到咱们军团来吗？但人家非要来抓军队。少帅，我明白了，杨督办呀，这叫孔夫子挂腰刀，他能文能武啊。杨督办是对日外交的好手，如今日本人咄咄逼人，他为何不好好对日外交，却偏偏跑到咱们这儿来抓权呀？没错没错，对。要我说啊，少帅，咱们呀也甭费那些话，就说老帅身边离不开他，咱们3、4军团也不能抢人所爱，对不对？对，这么说就是。可人家想来，我能不让人家来？人家想唱戏，咱能不让人家登台？咱这戏台上的对联是怎么说来着？啊，我记得是这么写的啊。这上联是花费几文钱，来看些古怪。这下联是鼓一肚子劲儿，好，唱得新鲜，对不对？所以啊，咱就让他唱，他唱的新鲜，咱眼看着古怪，不就几文钱的事儿吗？但是我要打你们所有人招呼了。今天在场的各位都是我3、4军团的关键人物，这件事儿你们心里要有数。既然是帅府的意思，咱就公事公办。他想唱戏，咱让他唱戏；他想抓军队，我就让他抓。我倒要看看他杨雨婷能不能把你们抓了去。徐氏先生来啦！哎，哦，又见老朋友了，坐。哎呀，自己去世以后啊，哎呀，我摊上的这个日本顾问啊，咋一个比一个傲慢？哎，都是一个日本贵族啊，哎，待人谦和，啥时候都是斯斯文文的。我这个人呢，就是你请我一吃，我还你一账。哎，今天我请你喝茶呀，这茶不是人人能喝上的呀，得知心朋友我才愿意请你喝茶嘛。是。啊，来了。哎，好，请，谢谢。
谢谢大元帅的款待。哎，那个方泽公使啊，我就不请他喝茶，白开水我也不给他喝，他也不打听打听，给我老张打过交道的日本人啊，回国当首相的有哎，当议长的有，当大臣的也多了。区一个外交公使，就像欠他800吊似的。范子正也是为职责所致，大元帅应该进去，实在是有太多的缘由，使他无法疏远。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知道越少，睡得越好。大元帅是一国首脑，有些事是必须要知道的。所有的游戏都是有规则的。大元帅，你不要暗示我。我知道你们东京上司们对我不满意，不满意就不满意呗。我又不是那个大洋钱，能让人人欢喜。居士先生，咱俩是10几年的朋友了。所谓的顾问，就是我问你回答，我不问你不回答。大元帅，张军团长、杨军团长同车到了，正在客厅等候觐见。哎呦，哎呀，居士先生，那咱有机会再聚啊。居士先生，你今天说出口的和没有说出口的，我明白。请。好，回屋。这次啊，非常时刻，你俩能够携手共进啊，那就是天塌地接着啊！我老张的希望就在你俩身上啊！你们能够如此和睦啊，我老张这把老骨头啊，无论躺在哪儿，都消停了。爸，您放心，我已经将韩宫所处理的事情完完整整的交由雨婷领导指挥，我们3、4军团都将听从雨婷的监督垂顾。对喽，这就对了。红叶虽好，还要绿叶扶持嘛。张军团长很周到，亲自安排专车勤使，还调胡兰春做秘书长，无微不至。不错。这小子懂点人情世故了啊！古往今来啊，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呀。好好处吧，啊！総領事と関東司令がすぐに面会したいとお待ちです。菊池君、かけたまえ。菊池君、話は唐突だが、ここにいる方々の中で
君があの馬族と一番関わりが長い。君の意見を聞かせてくれないか。総領事がおっしゃるのはどのような考えでしょうか。張作霖をこのまま生かしておくべきか、それとも息の根を止めるべきか。我々が今話していることがすでに人一人の命の問題ではなく、彼を撃つという選択は日本がこの満州でもっと自由に発展できるということが前提。彼を生かすのも我々に対し忠誠心を誓える手駒となることが前提の考えだ。菊池君、分かるもんに構わず君は自分の考えを言いたまえ。彼は相当頭の切れた人間でございます。勉強はあまりしないがよく働く。仕事は実用的で規則に縛られない。我々は追悼会で集まっ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い。回りくどい言い方はいい。私個人の見方は彼を生かせることに賛成でございます。奴をしばらく生かしておけば君は奴の協力を取り付けられるというのかね。できます。だからこそ私は彼の頭の良さ、そして実用的従事なところを叩いているんです。彼のような人は我々とどのように付き合えばよいか分かっています。過激な冒険はいたしません。私と大々的に衝突するようなこともいたしません。できるだけ形勢を落ち着かせる。正直私個人は君の意見に賛成だ。しかし軍部や憲兵のおのおの方がこの話にどれだけ乗ってくることか、話は別だけどね。河本、まるで牧師ですね。人殺したちは皆手を下す前にあなたにお伺いを立てるべきのようですね。どういうことじゃ。司令官は今朝すでに北平にある人物を送り込み、家屋での張作霖の始末を画策していますよ。家屋で？ええ。全くもって余計なことですよね。万が一しくじりでもしたら家屋の誰が責任を取るというんですかね。だからこの件は押しとどめていただきました。私河本の指揮に従うようにとね。奴の始末なんてね、私河本一人の責任で十分なんですよ。いや、しかしな、河本、河本。雨婷啊，我一直心有存疑，不得其解，有些事儿你还得给我解释一下。好啊，说。我们光说郭松龄经营东北的主张，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如果没有道理，只是为了他谋反找借口，那么王永江为什么跟他一样，也主张经营东北，造福桑梓，并且他还因为此事辞去了奉天省长的职务？难道说我们东北的财政天才也是书生之见？我一直都鼓励你父亲向关内发展，这没有错。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而且咱们奉军几次大的发展，都是因为向关内的拓展才取得的。可是每次发展之后，我们都会跌大跟头。我们为什么不能好好经营东北，非要跟别人争天下呢？关家，这个人吧，他不能只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得服从实际。在咱们东北，谁才是最大的实力派？是日本人吧？自日俄战争以来，他们进来了多少移民，多少资本，多少军队？你与他争势，他能答应吗？你父亲他就不想经营东北吗？就在昨天，老帅他急调吉林军队入关作战，可日本南满铁路拒绝运兵，吉军只能徒步南下。你父亲愤怒至极啊！
他找我商议，必须加快与日本南满铁路并行的中资铁路建设，还要引进英国资本自建葫芦岛港口。我就对他说，此事千万不能声张，只要这个消息公布出来，到明天，日本南满铁路的股票就得跌一半。日本人不跟你拼命吗？日本人最近在约见我爹，又重提了那5条铁路的签约。没错，他日本人是要收杆了，你父亲只能一味的推脱搪塞。怎么就这么被动呢？我们就不能硬气一点儿？汉江，我跟你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自你父亲做奉天省长以来，到今天多久了？11年。这11年里呢，你父亲的就好比是个客户，日本人好比是银行，他一直在向银行借款。借款？你向银行借了1块钱，你听银行的。那你要是向银行借1亿呢？银行就得听你的。你父亲借的何止是1亿？所以这日本人生怕他破了产，他要是破了产，谁来还款？你父亲也正利用日本人这种心理，不断的借，先以奉天做抵押，进而是东3省，一直到以整个北方作为抵押的借。这日本人只能与他合作，不能把他怎样。就算对他有100个不满，也只能由着他。这就是与狼共舞的策略。没错，还真是这么个事儿。投资嘛，讲的就是个回报。日本人发现，在你父亲手里得不到任何的获利，他们就警醒了。再加上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原先作为抵押的北方将要易主。这么一来，这日本人不但不能获利，可能连老本都会赔掉。他们能干什么？所以日本人急于和你父亲摊牌，收回所有投资，在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之前，对冲掉这么多年的懈怠。这就是你父亲目前面临的险境。我要是我爸，我也不会轻言放弃。许多人都劝你父亲别打了，回东北去吧。他老人家心里清楚，日本人能轻易放他走？这个赌注太大了，比天大。我通知各处处长到值班室集合，我要训话。是不是太早了点儿？张军团长8点钟才起床呢。你能跟他少爷比吗？你也去值班室吧。好的。杨军团长还没到啊？还没到，您先吃。等等吧。规矩得改改了，各作战值班必须健全交班制度，知道吗？每天早晨司令部要有交班会，前一天的命令计划一项项必须交代清楚，不能有任何遗漏。办去吧。是。回头检查啊。是。杨军团长一丝不苟啊，是我们3、4军团的福分。这一晚上有什么新情况？先说关外吧。日本关东军开始向奉天附近集结了，奉天已经处于戒严状态。这日本人想干嘛呀？就是那天我跟你说的，日本人开始收杆了，要连本带利和你结算。老帅什么态度啊？老帅昨晚一夜都在跟日本的方泽公使交涉呢，争论到天亮。为了所谓的满蒙宣案，
趁火打劫呀！我金浦路一败涂地，德州失守。咱们得撤，再不撤就回不去了。可你父亲昨晚给咱们下的命令是枕城死战，不行，绝对不行，不能让日本人截了后路，断了咱们的老巢。得说服我爸，让他回去坐镇东北，咱们3、4军团也得撤到滦东一带。这话恐怕只有你去跟他说，回北京当面说，别人谁也办不到。日本公使又来了，可不，这日本人没完没了的来，每次来了这也还得见，见完了还气个半死。你给我盯紧了，日本人一走，别再让人大叫老头子了，给我留点空，我今儿一定要说服他，明白吗？明白。那你先去寿夫人那儿坐一会儿，那边一谈完了我就去叫你。好。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对于我方的交换条件，早在当年我们帮您平定郭苏岭叛乱的时候，您就承诺过的。是吗？大元帅不会是忘了吧？贵国有一句古话：“君子言，驷马难追。”我是君子吗？你们日本人当着我的面说我是君子，背后那妈了个巴子的就骂我是马匪，我还真不明白你们日本人干嘛跟马匪打交道。请大元帅不要回避我的问题。如果您能履行承诺，日本将设法阻止北伐军过黄河。是啊，还离我们这儿远着呢，能不能过河另说了。可是，你们打得过北伐军吗？哼，我打不过，我可以退回关外去啊。恐怕未必能回去吧。关外是我的家，我愿意啥时候回就啥时候回，有什么不行的？我看未必行。威胁我，你威胁我。我奉劝大元帅不要如此固执。如果那样，大日本必将断然采取措施。嘿，老子当年是刀头上舔血，死堆里打滚子，什么阵仗没见过？明天宣战。大元帅真的要开战吗？准备打多少年？没年头。没年头，无边无际的打吗？头天打仗，第二天我死了。哎，那不管了。哎，妈死了还管鸡毛啊！爸，我刚在外头听你这屋里吵吵嚷嚷、叮咣乱响的，这哪像一国元首接待外国公使啊？哎，这个方泽那个家伙声音嗓门太大，我的策略是啊，我的嗓门比他还大。哎，谁规定元首就得悄门悄的说话？人得有点脾气。没脾气还办个啥外交？可是人家职业的外交家说话就跟没说一样，从不说真话，也绝不动真气。就好比那个顾维钧，那他也只能办外交。哼！哎，你和杨玉婷大手汉成吗？人家老把咱当一孩子。
那我得说说他。那你说他干嘛呀？这事儿还让您老操心，那我不真成孩子了？干啥来了？他让我回来劝劝您。哎，咋不说呀？说啥呀？有啥可说的？什么事儿在您老那儿都跟明镜似的。哎呀，知我者我儿也。他们都认为您老贪恋大帅的权位，所以不愿意退回关外。可是我心想，我爹是谁呀？拿得起放得下呀！别兜着圈子啊，折腾我不听。哎，爸，得听啊！您看人上帝，每天都在听，有多少人向他老人家祷告，他得眷顾多少人，他哪一个不得听啊？在人家眼里，那1000年也就是一天，啥都不叫事儿。你不要拿青年会学的那点玩意儿在我这儿瞎白话啊！我不信那个，给我记住啊！咱爷们儿啊，啥时候我们俩都得堂堂正正、大大方方。没错，那也得知进退吧。有的时候退就是进。你们能退？我往哪儿退？我跟你讲过熊瞎子的事儿吧？讲过，结婚那年跟我讲的。您说您碰见了熊瞎子，不能掉头就跑，因为身后有我、我姐、我妈，还有我弟。我信这话，我信了一辈子。爸，可是您忘了，您身后的儿子已经长大了，可以替您去挡这熊瞎子了。您看这日本人现在多嚣张，我觉得他比那熊瞎子还厉害。这样，您回关外镇守奉天，我在京替您善后。您要不回去，谁都镇不住这日本人，那他们岂不是想干嘛就干嘛？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主意。我回京，先见了张作相和汤玉麟，他们俩也是我这看法。你老说施大爷也这么说啊？嗯。他们还建议我说，这事儿不能由您一个人定，得大家伙一起定。他们还说，这事儿是要上史书的，不能让雨婷一个人担这责任，得大家伙一起荣辱与共，谁也别在城楼上看风景。到底是老地主知情知意啊。所以呢，我就通知了秘书长，让他请俸禄联军的各路长官，在京的各位大佬、政府阁僚都到这儿来开紧急会议。但是秘书长说啊，这事儿得您签字。你小子给我玩这么一大套，别人都不敢说，只能我来说。谁让我是您的宝贝儿子呢？爸，你来，你先。哎，张作霖3字你写的比我写的像。来，别客气。来吧。
真才能想。